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湾冲上太空的故事。2025年11月29日凌晨，在美国加州范登堡太空基地，夜空突然被一团火焰照亮。SpaceX 猎鹰9号火箭拖着长长的橘红尾焰，将台湾的齐柏林卫星送上了太空。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由自己研发制造的卫星冲破大气层，绕行地球开始任务。就在卫星升空的那一秒，许多人说北京方面整个都吓疯了。为什么一颗小小的台湾卫星竟然能让对岸如此震撼？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背后的意义。有人甚至将这形容为中国的史波尼克时刻，就像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令美国震惊一样。台湾这颗卫星虽然无法和当年史波尼克的历史地位相提并论，但对一向自视太空技术遥遥领先的北京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意外的警讯。他们原以为台湾还得长期仰赖国外帮忙，不曾料到台湾如今竟自己闯入了他们所把持的太空领域。话说回来，齐柏林卫星升空的过程可一点都不轻松。国家太空中心的工程团队早在10月就将卫星空运至美国，本来预计11月11日发射，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先是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僵局，导致航空管理部门停摆，火箭发射日期接连顺延，原定11日的窗口一路推到了27日，好不容易熬到27日深夜，全台的太空迷们守在荧幕前看直播，心都提到嗓子眼。谁知倒数计时在最后15分钟喊停，又临时通知发射延后到29日，接二连三的延期搞得大家精神紧绷，心中不禁暗自怀疑，该不会又要黄了吧？在这段煎熬的等待里，国家太空中心的团队成员个个压力爆表。多年来，他们为这一刻投注无数心血，眼看终点在望，却一再被迫暂停，人人心情就像坐云霄飞车。每次接到延期通知，都彷佛当头一棒，但工程师们只能咬牙打起精神，反复检查每个环节，确保万无一失。直到29日凌晨2点44分，发射倒数终于再次启动，全场屏息以待。随着控制中心一句 Go for launch， 意思是发射准许，确认一切正常。所有人紧盯着最后10秒，10、9、8、7、3、2、1，点火。顿时引擎巨响，橘红色的火光照亮整座发射场，火箭引擎如怒龙般喷出炙热火焰，巨大的推力震撼大地。猎鹰9号火箭扶摇直上，台湾团队在压抑多日后终于爆发出欢呼声、掌声，甚至有人激动落泪。就是在这决定性的一刻，遥远的北京某些人恐怕也瞪大了眼，台湾的卫星真的上天了。仅仅10分钟左右，伴随着一阵轻微的震动，齐柏林卫星在561公里高空与火箭分离，弹射进漆黑的太空。地面控制室中传出卫星分离成功的欢呼声。台湾的星星正式展翅高飞。凌晨5点04分，直播画面中只见一颗小小的亮点从火箭末级滑出，逐渐远离成太空中的一点星光。所有观看的人此刻都屏住了呼吸，那就是台湾首颗自制遥测卫星正在独自飞向预定轨道。再过短短半小时，也就是5点34分，第一封来自太空的报平安讯息透过挪威的地面站传回，卫星传送的遥测资料确认各系统状态正常，太阳能板顺利展开，电力充足，卫星电脑运行稳定，推进系统压力正常，姿态控制器也已启动。这些就像产房医生宣告新生儿平安健康般的讯息，让所有人终于放下心中大石。当日上午10点42分，全场再次欢声雷动。齐柏林卫星完成绕地数圈后，首次飞临台湾上空，并透过新竹的地面站与台湾本土通联长达12分钟，等于向全国人民报平安。可以想见，许多守在荧幕前苦等消息的台湾人听到这幕时，都激动得红了眼眶。此外，同批搭乘火箭升空的5颗台湾自制立方卫星也全部顺利进入轨道，任务圆满成功，可谓双喜临门。毕竟这一天对台湾意义非凡，标志着我们真正加入了太空国家的行列。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卫星在太空飞行。这颗卫星为什么叫齐柏林？
熟悉台湾纪录片的人对这名字一定不陌生。齐柏林是已故台湾纪录片导演，最著名的作品是《看见台湾》。他生前常搭乘直升机空拍，用镜头俯瞰台湾之美，也揭露环境伤痕，唤起社会大众对生态保育的重视。2017年，齐导演为拍摄续集不幸因空难罹难，消息令全台震惊与惋惜。如今，台湾将首颗自制遥测卫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就是希望延续他从天空守望台湾的精神。正如总统赖清德所说，命名齐柏林，要让齐导演的精神延伸到太空，继续守望台湾，关照世界。齐柏林的儿子齐廷桓在卫星发射后感动地表示，从今天开始，齐柏林不只是一个名字，一个人，而是代表一种台湾精神。这颗卫星代替他父亲，从更高视角守护台湾，也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的梦想与实力。这次绝对不能失败。这句狠话是太空中心工程师们在任务前对自己立下的军令状。为什么他们如此戒慎恐惧？因为谁都明白，齐柏林卫星承载的意义太重大了。不仅是福尔摩沙卫星8号星系的首发卫星，更肩负洗刷台湾上一个遥测任务遗憾的使命。早在2017年，台湾曾发射首颗自主研发的遥测卫星福卫5号，那是国人第一次尝试完全自行打造高解析度光学卫星。本来寄予厚望，但福卫5号升空后传回的影像品质却不如预期，照片解析度无法达到原设计的黑白2米、彩色4米规格，影像略显模糊不清，一度引发外界质疑。工程团队虽然透过调整软体演算法稍微改善了影像清晰度，但福卫5号始终未能完全发挥理想效能，成了台湾太空史上一桩遗憾。其实在福卫5号之前，台湾早已有数颗人造卫星绕行太空，累积不少经验。最早的1999年，福尔摩沙卫星1号，简称福卫1号，顺利升空，主要用于科学实验与通信技术验证，替台湾打开了通往太空的大门。接着2004年发射的福尔摩沙卫星2号，简称福卫2号，是台湾第一颗遥测卫星，由法国协助建造，对地影像解析度达黑白2公尺、彩色8公尺，每天都能在固定的上午时段掠过台湾上空拍照，为国内提供及时的高解析度影像。福卫2号在轨运行长达10年之久，期间拍摄了无数宝贵照片，广泛应用于防灾、环保与国土监测。例如2009年莫拉克风灾后，福卫2号的卫星照片就帮助政府迅速掌握灾情。2006年，台湾与美国合作发射了福尔摩沙卫星3号、福卫3号，这是一个相当创新的科学任务。6颗小卫星组成一个星座，利用衍星技术接收全球定位系统 GPS 讯号在大气边缘的绕射，精密计算大气层与电离层的折射效应，从而推算出各地区的大气温度、湿度与电浆、电子浓度等资讯。福卫3号提供的资料大幅提升了全球天气预报和气候研究的精度，让世界气象学界对台湾刮目相看。2019年，又有6颗新一代福尔摩沙卫星7号、福卫7号升空，接替福卫3号继续执行气象遥测任务，再度展现了台湾在国际太空合作中的重要角色。从科学实验、气象探测到光学遥测，福尔摩沙系列卫星一路走来，为台湾培育了宝贵的太空经验，也孕育了本土专业人才。然而，过去这些卫星多半有国外技术合作的成分，真正100% MIT， 也就是 Made in Taiwan 的卫星，直到福卫5号才首次出现。可以说，一箭之尺深深刺痛了研发团队的心，也让大家暗暗发愤图强，下一次再有机会，一定要打一次漂亮的胜仗。于是便有了后来的福卫8号计划。经过几年的闭门苦功，研发人员痛定思痛，改进设计，提升技术，终于打造出这颗万众瞩目的齐柏林卫星。齐柏林卫星重约400公斤，体型不算庞大，但性能可一点也不含糊。它搭载了先进的光学镜头和遥测仪器，原始对地影像解析度可达1公尺以内，也就是能从500多公里高空拍摄地面上1公尺大小的物体。我们的天眼清晰度相较以往立即提升至少1倍。不仅如此，
齐柏林卫星还采用了最新的姿态控制和资料传输技术，确保它在高速飞行时也能稳定对准目标拍照，并迅速将宝贵的影像数据传回地面。更令人兴奋的是，齐柏林卫星只是整个福卫8号计划的开端。根据国家太空中心的规划，福卫8号并非仅仅一颗卫星，而是一个由8颗遥测卫星组成的卫星星座，其中包含6颗高解析度的光学遥测卫星以及2颗超高解析度的光学卫星。这8颗卫星将陆续在未来数年发射升空，预计每年发射至少1颗，最终在2031年左右完成全部部署。届时，这些卫星每天将可分批通过台湾上空约3次，大幅提高对地取向的频率。换言之，从原本福卫5号时代每2天才能拍摄1次，同一地区未来几乎每隔几小时就能获得一批新影像。值得一提的是，福卫8号卫星采用极地太阳同步轨道，绕地1周约100分钟，每隔1天半便能重返近似的当地时刻上空进行拍摄。也就是说，每次它飞临台湾时，地面都处于接近上午10点左右的光照条件，这有助于各次影像的明暗角度保持一致，更方便我们进行长期的变化比较分析。这样的高解析度和高频率成像能力将带来何等强大的千里眼效应。以规划来看，前2颗卫星包括齐柏林在内，解析度都是1公尺级，之后的4颗将力拼提升到70公分级，最后2颗超高解析度卫星则朝着50公分级迈进。50公分究竟有多清楚？简单打个比方，在太空中看地球，半公尺见方的物体都逃不出我们的镜头。假如有一天解放军的2栖登陆艇真的出现在台海，我们的卫星照片甚至可以看见艇后激起的白色浪花，据此推算出它们的航速。透过连续成像，我们还能分析整个船只编队的队形变化，研判他们演练采用的战术。这些以往必须仰赖国外卫星才能取得的军情资讯，未来台湾自己就能搜集和研析，大幅提升国防的早期预警能力。值得强调的是，遥测卫星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军情搜集，它们同样可以成为造福民生的利器。透过高解析度的太空影像，我们可以详细监测国土变迁与环境状况，用于国土规划和资源管理。例如，农业部门能利用卫星照片掌握作物生长情形，提前发现干旱或淹水等灾害苗头。水利单位可以监视水库蓄水量和河川流域的变化，提升防洪抗旱的效率。万一大型天然灾害发生，卫星可及时拍摄灾区影像，帮助救灾人员研判道路桥梁受损情况，搜寻受困居民。在生态保育方面，卫星影像也能长期追踪山林、海岸的变化，及时发现非法滥垦、偷排污染等问题。透过这样的天眼俯瞰，我们对自己土地的掌握将前所未有，政策制定也能更加科学精准。正因此，赖总统谈到福卫8号时特别指出，这些卫星收集的资料将运用在国土规划、农业监测、灾害应变与环境保护等各方面，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换句话说，齐柏林卫星不但是台湾的护国利器，亦是守护民生的科技尖兵。说到这里，就明白为什么齐柏林卫星的升空会令北京感到不安了。因为在此之前，台湾在太空中几乎是睁眼瞎，看不到对岸在干什么，但对岸却对我们了若指掌。中国近年来大力发展遥感卫星网络，根据公开资料，自2015年发射首颗吉林1号商业遥测卫星以来，不到10年时间，中国已累计部署了141颗遥测卫星在轨运行。凭借这庞大的天眼阵列，它们几乎可以做到每天对全球任何地点进行多达38次的重复成像监视，而且不受天候与昼夜的影响。因为它们的卫星除了可见光相机，还搭载红外线感测器，就算隔着云层，在黑夜里也能拍照成像。去年10月25日，也就是台湾光复节当天，中国长光卫星公司甚至故意公布了多张吉林1号拍摄的台湾影像，从日月潭、台北市区到台北港码头、新竹科学园区，全都清晰可见。中国主要官媒得意洋洋地宣称，台湾每一寸土地都在基金1号渠的太空视角下尽显生机。很明显，
在太空情报这块领域，台湾长期处于绝对劣势。面对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台湾难道只能仰天兴叹，束手无策吗？然而这种局面终于因齐柏林卫星的上天而开始改变。诚然，我们不可能一夕之间就追上对岸上百颗卫星的规模，但有了自己的高解析度卫星，我们至少不再是全然失明。齐柏林卫星的摄影镜头将成为台湾的太空之眼，每天定时凝视我们周遭的海域和土地。只要长期持续拍摄，并建置自有的卫星影像资料库，我们就能主动追踪分析解放军的一举一动。总统赖清德在卫星启运典礼上就明确指出，发展遥测卫星除了民生应用，更有一项重要的国家安全任务。这些任务过去只能做不能说，如今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说出口。靠着长期累积的卫星取向资料，我们可以进行更多情报研析，甚至解读解放军各种军事动作，让敌人在键盘还没按下攻击键之前，我方就能先一步洞悉先机。可以想见，北京当局对此会有多不爽。长久以来，他们仗着太空优势，把台湾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拿来当宣传炫耀的谈资，反过来却处心积虑不让台湾取得他们的资讯。例如，每当美国商业卫星公司公布中国沿海军事基地的照片，中国网军往往群起出征谩骂，就是害怕台湾和国际社会从那些影像中看穿他们的企图。现在台湾自己的眼睛也睁开了，而且还长到了太空上。对于一心想封锁消息、搞突然袭击的北京而言，这无疑是个坏消息。他们或许表面故作镇定，嘴上说区区一颗卫星算得了什么，但心里必然开始盘算，日后任何军事行动都更难神不知鬼不觉了。他们甚至可能暗自盘算更激烈的对策，例如动用反卫星飞弹将齐柏林卫星击落，好让台湾的太空之眼重回黑暗。但在和平时期，公然摧毁台湾卫星等同于武力挑衅开战，而且反卫星武器会在轨道留下大量碎片，成为全人类的麻烦，国际舆论势必强烈谴责。事实上，2007年中国以飞弹击毁自家一颗废弃卫星，就曾在轨道留下数千片残骸，至今未清，大大污染了太空环境，引发全球哀批。北京想必也不愿再次背负如此恶名，因此短期内他们应该不敢轻举妄动，顶多继续发展干扰讯号或骇入系统等暗招，伺机而动。除了军事价值，齐柏林卫星升空背后还有更大的战略意义，那就是科技与产业的自主与进步。台湾这次能一举成功发射自制卫星，靠的不仅是几位科学家的聪明才智，更是整个产官学研体系多年累积的成果。根据国科会资料，福卫8号系列卫星的国产化率高达 84%， 也就是说，卫星所需的大多数关键零组件都是台湾自己研发生产的。参与供应链的包括许多国内厂商与团队，例如有公司负责研发卫星结构所需的高强度复合材料骨架，确保卫星的光学镜头和感测器在发射时的剧烈震动中仍能维持精准对位。也有厂商制作高效率的太阳能电池板组件，为卫星在太空中持续供电。本地大学的研究中心则参与了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地面接收软体的开发。可以说，齐柏林卫星的成功是台湾太空国家队通力合作的结晶。这一役，我们不但将卫星送上了天，也锻炼了本土产业的技术能量，并累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正如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所言，这次任务让国内产业界累积了飞行履历，相当于打通了太空产业的任督二脉。未来我们更有本钱去拓展相关商机。赖总统更进一步指出，政府已将太空产业列为6大核心战略产业之一，要打造新的护台神山。所谓护国神山，是大家对台积电等高科技龙头的戏称，意指他们如守护神般支撑起台湾经济与安全。而现在政府的愿景是让太空产业成为下一座守护台湾的关键支柱，不仅希望在经济上开创新的成长动能，更期盼在国防安全上形成坚实后盾。当然，培育一个新兴产业并非朝夕之功，但齐柏林卫星的成功大大提振了信心，台湾完全有能力在太空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只要产官学各界携手合作，加大投入研发资源，我们很有机会成为国际太空产业链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我们仍然仰赖国外火箭发射卫星，好在近年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蓬勃发展，例如像 SpaceX 这样的公司提供了相对中立开放的载具平台，没有太多政治障碍，让没有自由火箭的国家也能搭上太空顺风车。这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商业太空的浪潮给了台湾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卫星发射权还操在别人手里。倘若哪天国际局势有变，外国公司不愿或无法提供发射服务时，我们岂不是又要陷入受制于人的困境？但长远而言，有自己的运载火箭才能真正掌握太空自主权。可能有人会问，台湾真的有办法自己造火箭把卫星送上太空吗？答案是有。其实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曾秘密研制探空火箭，只可惜最终因意外爆炸而中途夭折，太空梦暂时停滞。直到1990年代政府启动国家太空计划后，我们才又重新出发。现在历经多年能量累积，我们正一步步朝自主发射迈进。国家太空中心规划了一项为期10年的运载火箭研发计划，目标是在2034年前后成功以国产火箭将200公斤级的卫星送入轨道。按照路线图，最快今年底将试射首枚技术验证用的探空火箭作为起点，接着2029年、2031年进行次轨道飞行测试，逐步突破各项关键技术，最终实现自主火箭入轨送卫星的梦想。这条路虽然困难重重，但意义重大。如果台湾能在2034年前后造出属于自己的运载火箭，哪怕运力不大，也将象征我们正式跨入全球少数具备自主上太空能力的国家行列。目前全球能独立发射卫星的不过10来个国家而已，在亚洲有此实力的更是屈指可数。中国、日本、印度、南韩算是主要玩家。北韩和伊朗虽也发射过卫星，但技术成熟度仍有限。如果台湾这个常被国际现实孤立的小岛能凭自身力量把火箭送上太空，对北京当局将是何等震撼的一击。因为运载火箭技术背后也意味着弹道飞弹技术的突破。长期以来，由于国际政治考量，台湾并未发展远程飞弹，但谁都明白，一枚能把卫星送上轨道的火箭同样可以把其他筹载送到几千公里外。当然，我们研发火箭是为了和平利用太空，并非要走军备竞赛的老路。这层潜在意义，北京不可能不想到。毫无疑问，齐柏林卫星升空的那一刻，北京高层心头一定非常不是滋味。这颗卫星背后隐藏的潜力，比表面看到的更令他们担忧。一方面，台湾有了自主获取情报的千里眼，对他们是一种新的牵制；另一方面，台湾展现出发展尖端科技产业的决心与能力，势必将以武逼统的代价进一步提高。试想，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台湾头顶有自己的卫星提供即时监控预警，国际上还有商业星链卫星提供通讯，加上国内高科技产业全力支援国防所需，这将极大强化台湾的抵抗韧性。北京若真存不轨企图，势必要再三计算风险。而台湾在此同时，因为发展太空科技而赢得更多国际合作的机会，持续强化自身实力，形成良性循环。回顾台湾太空发展的历程，自1991年政府核定首期太空计划以来，我们走了30多年，终于迎来这次令人扬眉吐气的胜利。从最初的小小科学实验卫星，到后来和美国合作发射气象探测的福卫3号、福卫7号，再到自行研制遥测卫星的福卫5号，如今的福卫8号，我们一步一脚印地累积实力。虽然过程中有挫折有失败，但每一次跌倒都化作下一次成功的养分。齐柏林卫星的顺利运行，昭示着台湾的太空梦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成为现实。夜深人静时，不妨抬头凝望星空，或许在那浩瀚天幕中，有一颗渺小却承载巨大期望的人造卫星正从我们头顶悄然飞过，那就是齐柏林卫星，我们在太空中的眼睛与骄傲。想象一下，此刻北京某座指挥所里，也有人死盯着监测雷达上的台湾卫星光点发呆。他们也许忐忑不安，也许正在盘算对策，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台湾已不再是过去那种任由他们在头顶监视而毫无还手之力的沉默羔羊。我们已经昂首向天，踏出了属于自己的太空脚步。
然而，太空竞赛或将为两岸角力增添新的战场，但对爱好和平的人们来说，探索星辰大海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对抗，而在于发现与合作。也许未来有那么一天，整个人类能不分彼此，共同仰望夜空的繁星，携手开拓宇宙的奥秘。但在此之前，台湾必须先站稳属于自己的这片天空。天空不再有极限，下一步，宇宙才是我们的舞台。